你知道为什么棺材从古至今就被做成一头高一头低，一头大一头小的样式吗？其实这种设计不光是为了让逝者躺得舒服，背后可是大有玄机。作为连通阴阳两界的特殊行当，棺材行业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很多禁忌。有位开棺材铺的吴老板就遇到过这么件怪事儿。有天傍晚，我准备打烊的时候，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年轻女人，她张口就问我有没有7口没上漆的大红棺材。我一听就愣了，下意识的就回答说没有。可还没等我解释，那女人哦了一声，便转身走出了棺材铺。谁知第二天傍晚，那女人又来了，依旧问我店里有没有7口没上漆的大红棺材。这一次我更觉得有些奇怪了，难不成这女人是认真的？于是我便想多和她聊几句，想让她付点定金什么的。不过还没等我开口，那女人像是知道我们店里没货，便又哦了一声，再次离开了。我心里当时就有点气，心想当老子这是馒头店啊，就算是你真要7口大红棺材，也得让我花时间请木匠做吧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这开棺材铺的哪年不会遇上点怪事，我依然没太在意。岂料在第3天傍晚，那女人又来了，重复问我这里有没有7口没上漆的大红棺材。这下我终于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，于是在那女人离开后，我就给我爷爷打了个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我爷爷听后，当时就在电话里痛骂了我一顿，说我怎么不早点给他打电话。我还以为爷爷是责怪我丢了一笔订单，并解释说我以为那女人跟我闹着玩呢。不过爷爷却压根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严肃地说这件事情诡异得很，怕是我撞上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我吓了一大跳，急忙问爷爷为啥这样说。爷爷解释道，这棺材不上红漆，哪来的大红色？就算是用红木做出来的棺材，也只是稍微带点暗红色。还有这红色棺材有2种含义，第一种是喜棺，就是那种年过90的老人正常去世喜丧用的，但谁家会同时死7个90岁以上的老人？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血棺，只有惨死的人才会用这种棺材。闻言，我后背直冒冷汗，这根本不用思考，绝对是第2种可能。我急忙问爷爷现在该怎么办。电话里爷爷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他那边事还没办完，还需2天才能回来。如果明天的女人再来，你就说有货，但是千万不能找她要定金，让她隔天过来取就行。如果那女人点头答应，你马上去找镇后头的神卦左道阴，让他帮忙算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让他告诉你解决办法。如果那女人不答应，就把她赶走，并警告她以后别来捣乱，要是还敢来，就直接报警。挂掉电话之后，我的心里十分忐忑。第2天傍晚，那个女人果然又来了，开口问我这里有没有7口没上漆的大红棺材。我壮着胆子说有，随后我也没等她回话，立马说道如果你要，明天过来取。没想到那女人还是说了一个哦字，随后转身就走了。这算什么事？要还是不要？你总得给我个准信啊！我立即追了出去，想问个究竟，却没想到那女人居然离开得如此之快。她这前脚刚走，我后脚追出去便没影了。这下我没辙了，于是立即给我爷爷打了电话过去，但是无人接听。眼看这天已经黑了，遇上这档子诡异的事情，我是真不敢一个人在棺材铺待了。于是我便决定按照爷爷的吩咐去找左道阴帮忙。我们这条街被称为白街，街上几乎有一半的店铺都是做白事生意的。而在这白街上面有2个人在10里8乡最为出名，一个是棺材匠吴真龙，也就是我爷爷，另一个就是神卦左道阴，因为他俩都是有真本事的人。当我来到左道阴家里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我给左道阴说明了来意之后，他那有些泛白的青光眼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神色也变得有些古怪起来。我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说是我爷爷让我来找你的。左道阴听后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便独自上了楼。几分钟过后，左道阴就拿着一个平底的破碗从楼上走了下来，碗中放着一张黄纸和3枚铜钱，然后他便要了我的生辰8字，将其写在了那张黄纸上，点燃烧到了碗里，之后便朝着碗里丢下3枚铜钱。丢下去之后，他便开始用手在那铜钱上摆弄起来。他这一卦算了很久，而且手指在碗中摆弄的速度也是时快时慢，一直到他的手指定格在了原处，紧接着便转过头，一脸紧张地看着我，颤抖地说道：那个女的不是人。我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询问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来我们棺材铺里提这种奇怪的要求。左道阴又一次在那碗里的铜钱上摆弄了几下，他像是知道了些什么，不过却没有给我明说，只是让我立马去老王家的纸扎店，让他帮我扎7口纸棺，而且纸棺必须用红纸来扎，尺寸也要和真正的棺材一样，棺木匠尺其3寸。听左道阴这么一说，我瞬间明白过来啥叫不上漆的大红棺材，直接用红纸扎成的大红纸棺，那不就用不上红漆了。之后呢，告诉那老王家纸棺必须在1天之内完成，而且做完之后得在棺中放一些碎纸屑，就好像真棺材中要放木屑一样，然后让他马上把7口纸棺送到你家棺材铺，等待女人来取。记住，到时候只能你一个人在场，之后你就把他当成普通的客人就行，至于价钱该怎么要就怎么要，但是千万不能让他感觉到你已经发现他不是人。如果一切顺利，这劫你算是过了；如果你和他谈崩了，就立马跑，然后再到这里来找我。
我点点头说好，告辞了左道阴。我第一时间来到了老王家的纸扎店，此时江河正在店内做着一套纸扎的临房。这江河是王老板的儿子，我立马问江河：“叔叔有没有在家？”江河回答说他爸妈去张家村送临房了，一会就回来。他则问我这紧张兮兮的到底有什么事，于是我第一时间将这几天遇上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江河听完之后，神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。我们这条街上大多都是干白氏出生，所以对于那玩意也是抱有3分敬畏，因此江河也有些急了，问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，整出个脏东西来害你。我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问他们这纸扎店能不能在1天之内扎出7口和针棺一样大小的纸棺。江河思索片刻，回答说他们一家8口人，就连他二叔的2个9岁的龙凤胎弟妹都会纸扎，连夜赶工的话应该能够赶出来。我听后舒了一口气，急忙说那行，等叔叔回来了你们马上开始做，至于钱等我爷爷回来后再付。江河点了点头，见事态严重，他当时就给他老爹打了电话过去，然后又叫上了他二叔家的那一对龙凤胎弟妹，开始准备起来。我在这里逗着江河那对龙凤胎弟妹玩了一会，一直到他父母送棺材回来之后才离开。直到第2天傍晚，江河将7口纸棺送到了我家的棺材铺。弄完一切之后，天色已经有些黑了，我内心其实挺害怕的，很想让江河陪我一起，不过因为左道阴强调在那女人来取棺材的时候必须是我一个人在，所以也只能让江河先离开。不过江河的家离我这里并不远，到时候如果真遇上了什么状况，我一个电话过去，他也能够第一时间赶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头才稍微安心了一些。前几天的女人出现大概就是这个点，不过这天都快黑了，也没见得过来，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没底，不知道那女人到底会不会来。一直到吃过晚饭之后，那女人依旧没有来，我也不敢上床睡觉，就一直坐在大堂的桌上等着。到了晚上8点，我想她应该不会来了吧，一阵睡意袭来，我连打了个哈欠，不打算继续等了。我刚要起身去关门，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让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了一下，咚咚咚。我猛地转过头，就看见了非常恐怖的一幕。只见那整齐的摆放在大堂的7口纸棺，棺盖突然开始上下的跳动，像是有人努力想推开棺盖，从里面坐起来一样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，这可是7口纸棺，先不说它为啥会突然跳动，光那和真实的棺材发出来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就足以把我吓得半死。我转身就要跑，却在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尖锐的声音：“你跑什么？还不快来帮忙！”我下意识地转过身去，就看到那最中间的那口棺材旁站了一个女人。我心头一惊，下意识地就问那女人是什么时候来的。那女人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用了一种着急命令的口吻让我赶快过去帮她。她此时正背对着我，双手用力地按住中间那口纸棺的棺盖，像是在极力地阻止棺材里面的玩意蹦出来。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就没时间去想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脑子一热就朝着那边冲了过去。就在距离那女人还有1米左右的时候，我听到那女人的脖子上突然发出了2声咔咔的声音，我下意识停下了脚步，紧接着便看到了十分恐怖的一幕。那女人的肩膀根本没动，脑袋却是180度转过来看向了我，她的脸没有五官，只有一张血红色的嘴巴，顿时吓得我浑身汗毛都倒竖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她身后的7口纸棺棺盖突然朝天飞了出去，7具我似曾相识的尸体猛地从棺材里面坐了起来。我尖叫一声，醒来才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梦。不过我刚抹掉额头上的汗珠，映入眼帘的一幕却是让我整颗心都咯噔了一下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居然躺在一口还没有上漆的松木棺材里面，而且在这棺材的周围，那7口纸棺摆成了一个圈，将我围在中央，全都是棺头对准我这边。我急忙从棺材里面跳了下来，我明明记得刚才我是坐在八仙桌上，什么时候睡棺材里了？还有是谁把这7口纸棺摆成这样的？我脑子懵懵的，正想要把这些棺材归回原位，却听到外面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，像是出了什么事。出于好奇，我第一时间打开了棺材铺的卷页门，就看到好多街坊正朝着街道的后方跑。我急忙拉住一个街坊，问他们这大半夜的慌里慌张去干嘛。那街坊一边跑一边说，那边纸扎铺的老王家出大事了，但是具体的他也不清楚，反正听说就在1个小时前，老王一家7口人全吊死在了房梁上。我吓了一跳，说这怎么可能？那街坊说事实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不可能？如果你不相信，你过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，我这才让江河帮我做了7口红色的纸棺。今晚他家里就死了7口人，我不得不将这2件事情联系起来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大步地朝着江河家的纸扎店跑了过去。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大半条街的人都聚集在了门口，而此
时就在江河家纸扎店中央的那一根房梁上，我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，那房梁上直挺挺地挂着7具尸体，按照年龄从左到右依次排开，分别是江河的奶奶、他的父母、他的二叔二妈以及他的那2个龙凤胎弟妹。从他们的狰狞的面部表情来看，并不像是上吊自杀的模样，更像是被啥东西给吓死的。此时我的头皮发麻，努力平复下来之后，却猛然发现江河一家8口，如今除了他，其余全死了。那江河呢？他去了哪里？按常理说，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江河肯定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，从王家被灭门一直到现在，江河却一直没有露过面。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他是不是也死了？只是死在了其他地方。这时扎纸店的周围拉起了警戒线，有2名警察正在将梯子架到那扎纸店的房梁上，看样子是想把那7具尸体取下来。不过那警察刚把手伸向江河奶奶的尸体，下面就突然响起了左道音的声音：“别动，那尸体现在还碰不得。”左道音名气还是很响的，这里的警察对他也抱着几分的敬畏。带头的警察问道：“左老先生，这上面的尸体为啥不能动？”左道音没解释太多，只是说这老王一家死得冤。那警察又说，肯定是这老王家得罪了什么人，所以一家7口才会在今晚被人灭门，这是大案子，他们警方一定会大力追捕凶手。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验尸和找到老王家不知去向的儿子江河。左道音哼了一声说：“不用验了，这7口人是被活生生的吓死的，而且死后是他们的尸体自己爬了起来，挂到了那房梁上。如果不想让更多的人出事，明天正午的时候再将这7具尸体取下来，然后让他开坛做法，去天上的洋火烧掉。”这一句话瞬间引起轩然大波，这白街的人都相信鬼神的存在。此时很多人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紧张的神情，我也觉得诡异得很，这死掉的人怎么可能自己爬到房梁上吊？旁边的警察还想问些什么，左道音却压根不再理他，而是朝着我这边走过来，问了一个让我感觉莫名其妙的问题。他问：“昨晚有人看到我来老王家扎了7口大红色的纸棺，是不是真的？”我愣了片刻，随即一股无名火突然从我的心里升腾起来。我开口便质问左道音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江河家里会死7口人？是你让我到他家扎那7口纸棺，为什么会害得他家被灭门？”谁知左道音在听了我的质问之后，却是一脸的茫然，然后问我在说什么，还说他从未让我来江家扎过棺材。原本我还是对左道音有几分尊重的，但是在听到他这一番话之后，瞬间怒了。左道音，你居然敢做不敢当！昨晚我明明到你家找你帮忙，是你让我来找江家扎纸棺的，现在他家里出事了，你想推脱责任，居然说我没来找过你。左道音脸上看起来更加的茫然了，而且看他那表情装的好像是真的一样。他急忙问我是怎么回事，让我把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他讲一遍。我知道这家伙是故意在装，于是就用着很大的声音将这件事情当着众人的面讲了出来，想让其他人也看看左道音这虚伪的嘴脸。谁知我才刚讲到一半，左道音就突然打断了我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紧接着他便再次拿出了他的那个破碗和3枚铜钱卜了一卦。卜完之后，我能够很清晰地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一丝的慌乱。那个女人到你那里取了棺材没有？左道音突然看着我问道。这时他那张脸看起来格外的吓人。没有，我下意识地回答道。那你昨晚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怪事？我心头咯噔一下，将那个奇怪的梦给左道音讲了一遍。他在听完之后，身体立即就颤抖了一下，大喊一声不妙，紧接着他便让我赶快回家，务必在午夜之前把那7口纸棺抬到后山烧了。虽然我心里依旧对左道音有一些成见，但是看他现在那严肃的模样，我感觉他并不像是在和我开玩笑，加上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肯定和那7口纸棺有联系，所以我也没多想，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家的棺材铺。回去之后，我启动了家里那辆平日里用来拉真棺材的小货车，开始一口一口的将那些棺材朝着后山运，整整折腾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将那7口棺材拉到了后山。我累得满头大汗，说那也怪，这纸棺原本应该是很轻的，但是我搬起来却感觉十分的重，虽然没有真棺材那样的夸张，但是总感觉这棺材里面像是睡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便立马去找来了一堆干柴，之后我便将那7口纸棺架在了上面，点燃干柴之后逐渐窜起了火苗，很快7口纸棺便燃烧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火焰之中突然传出啊的一声更凄厉的惨叫声，这个声音将我吓了一跳，火苗之中的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清晰，同时我还看到有个人在火堆里面来回的打滚，我当时就傻了，那大火里面怎么突然多出了个大活人？随后我将那个人从火堆里面拉出来，接着脱下了身上的衣服，对着那个人狂扑。还好我发现的及时，加上这火势看起来并不算太大，所以没有花多大的力气，便将他身上的火给扑灭了。此人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子糊味，身上也是乌漆麻黑一片，像是个非洲人一样。不过好在我救他，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此时他正背对着我，趴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。我急忙问他是谁，为什么会躺在这纸棺里面。那家伙在咳嗽了好几声之后，才缓缓地将头转了过来。当看到他那张脸的
的时候，我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。这家伙居然是江河！我急忙问他怎么回事，什么时候躺到这纸棺材里面来了？突然想起了昨晚做的那个梦，就是梦到那纸棺里面有人要跑出来，却被那个女人给用力的按了回去。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感觉一阵毛骨悚然，难不成昨晚发生的一切根本就不是梦，而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？那个躺在棺材里面的家伙是江河。此时的江河像是被大火烧傻了一样，他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也不说话，让我感觉背后一阵发凉。何哥，何哥！我尝试着叫了他2声也没回答我，他依然是这样诡异地看着我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他知不知道他家里出事情了。这时我已经走到了江河的面前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。我刚想后退，却发现江河突然就窜了起来，然后就捏着啥东西朝着我砍了过来。我打了个激灵，急忙躲了过去，这才发现江河的手中居然拿着一把刀，他就好像疯了一样，拿着灭刀对着我乱砍。我急忙朝着后面退去，一边躲一边对着江河大喊：你是不是疯了？干嘛拿刀砍我？江河也不回答，拿着刀对着我紧追不舍。最后我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都摔倒在了地上。而此时的江河已经一步步地朝着我走了过来，月色之下的他双眼通红，一脸的狰狞，而他手中的那把灭刀则是散发着幽幽的寒光。吭的一声，江河手中的灭刀朝着我脑门砍了过来。我本能的大叫一声，庆幸的是江河的这一刀并没有砍中我，而是砍在了我旁边的一个树桩上面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，这一刀下去，那半截刀刃都已经没到了树桩里头。趁着他抽刀之际，我急忙在地上翻滚了2圈，然后爬了起来。或许是那刀没进去太深，江河并没能将其拔出来，他依旧用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盯着我。从他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很浓烈的悲伤与怨恨。何哥，你先冷静一点。说话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牙齿都在打颤。此时我根本不会怀疑这江河会当场杀掉我。吴道，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江河突然将手指向了我，每一个字从他的口中说出来，我都能听出极浓的怨气。我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一时间显得不知所措。也许如果我不去找王家砸7口纸棺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江家被灭门这件事情我肯定是脱不了干系，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我想的，就连砸纸棺这件事情也是左道阴让我去做的。我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我还想解释着什么，江河像是看出了我心中所想，直接打断了我。江河突然大笑起来，像是疯了一样。吴道，你以为仅仅是因为那7口纸棺吗？哼，你这个孽胎！你爷爷和左道阴的2个老家伙当年就想拉我王家下水，如今居然还死性不改。你老吴家造了孽，逃不出诅咒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拉上我老王家一起垫背，真是该死！我愣了1秒，然后对着江河问道：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诅咒？那女人到底是谁？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江河依旧在笑着，笑着，他便用手抱着自己的头蹲了下来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痛苦。吴道，我家不欠你吴家的，为什么要让我王家7口人来抵命？何哥，原本我还想走过去把江河给扶起来，但是他突然自个儿站了起来，然后指着我，让我滚，马上滚，如果再不滚，他就把我给嘎了。吼完之后，他又蹲了下去，然后开始不停地用手抓扯着他那已经烧焦的头发。我心知江河情绪在如此激动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和我好好谈话。虽然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他，但还是转身跑下了山，一路跑回到了白街。在半路上突然接到了爷爷的电话，他说他已经回来了，让我赶快回去。我心中一喜，立即加快了脚步。快到棺材铺的时候，左道阴突然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接着他问我那7口纸棺烧掉了没有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就绕开了他，继续朝着棺材铺里面走。却在这个时候，左道阴突然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红布包，让我务必今晚午夜的时候打开看，会救我一命。说完之后，左道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我捏着手中的那个红布包，下意识的就想把它给丢掉，但是思考了一下还是没丢，随意的放在了自己的裤袋里面。刚回到棺材铺，我就看到爷爷已经站在门口等我。这一刹那，我整个人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，眼泪也忍不住从眼眶里面淌了出来。我大步的朝着爷爷走了过去，却见他看起来却十分的疲惫，而且身上还带着伤，脸色也是苍白的很。我急忙问爷爷怎么了，我爷爷摇头说没啥大事，就是在回来的路上突然遇上了点状况，怕是有人给他下了阴招，故意让他回不来，不过这总算还是赶回来了，见到我没事就好。紧接着爷爷便详细的问了我这2天所发生的事情。我在将这一连串的事情讲完之后，爷爷皱起眉头，之后他便让我上楼待在房间里，天亮之前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。我也不知道爷爷为啥要这么做，也没有拒绝。刚走进房间，房门便被爷爷重重关上，而且还从外面上了锁。爷爷为啥要锁我？我心头一怔，不过想要出去已经不可能，而外面再次传来爷爷的声音：小子，别怕，一切有爷爷在，天亮之后你就没事了。虽然爷爷这样说，但是我心头还是忐忑不安。这个时候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于是打开电脑想消磨一下时间。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楼下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女人哭
哭泣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听起来阴森得很，让人头皮一阵发麻。我下意识的就要出门去看，不过这才想起房门已经被人给锁了，我根本出不去。隐约间我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是到底哪里不对劲，一时半会我也说不上来。很快那女人的哭泣声越来越刺耳，而且隐约间我还感觉到那声音正不断朝着逼近。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危机，这时我才想起了左道音交给我的那个红布包，看了一下电脑上的时间，这个时候刚好是午夜。我想都没想便把那个红布包给打开了，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。当看到纸条上的一行字的时候，我整颗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。吴道，赶紧跑，现在和你一起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爷爷，他要害你。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但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噔噔上楼的声音。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脑里的监控画面，紧接着发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，外面依旧有噔噔上楼的声音，但是屏幕中的楼梯却没有一个人影。一时间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难不成左道音真没骗我？我试探性的叫了一声爷爷，没想到外面居然传来了爷爷的回答声，吓得我愣在原地，因为监控内根本就没有爷爷的身影。此时外面突然变得一片死寂，紧接着门外传来开锁的声音。我二话不说直接爬上了窗户，然后顺着外面的管道爬到地面上，足足跑了有接近50多米才停了下来。我也是好奇，就转头朝了后面看了一眼。此时就在我那房间的窗户内，那穿着红色毛衣披头散发的女人就站在那里，用她那泛白光的眼睛悠悠地看着我笑。我吓得急忙转过头来，接着就看到了左道音那张满是疤脉的脸。他让我千万别回头，跟他走。左道音说完便用手搭着我的肩膀，大步地朝着他家里的方向走去。回来之后，左道音第一时间关上了院子的大门，然后便让我去堂屋坐下。我急忙问道，你是不是早知道我爷爷是假的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，非要给我一张纸条？左道音回答说，吴道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，一直对我让你去砸棺材的那件事情耿耿于怀吧。我点了点头说，你是害怕承担责任吧？左道音却是摇头说，不，我左道音做事光明磊落，敢做就一定敢当，但是那件事情绝不是我所为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然后说，难不成昨晚我来你家根本就没找到你，而是那个女人变成了你的模样？此时左道音的脸色也是有了些许的变化，然后说道，这就是我为啥会给你纸条的原因，因为你不亲眼见到，你根本不会相信那女人会有迷惑人心智的本事。她虽然还没到幻化模样的程度，但是也会让你产生幻觉，所以当时我就算让你跟我走，你也肯定不会听我的。左道音说的的确没错，刚才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根本不会相信我爷爷会是那女人变的。而此时在听完左道音的解释之后，原本我对他的那些成见也逐渐消失了。我突然想起了刚才江河给我说的那一番话，他说当年我爷爷和左道音想拉他王家下水，如今诅咒来了又要害王家。这江河像是在经历了他家被灭门之后知道了些什么，但是他却不告诉我这其中缘由，但是我敢肯定左道音一定也知道些什么。于是我便想让左道音告诉我，那女的到底是人是鬼，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玩意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，还有所谓的诅咒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我这刚开始问，左道音却像是非常避讳一样，直接打断了我。吴道，现在这些事情都还不是你知道的时候，所以你不用问了，我不可能告诉你，而且你知道这些事情后对你没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让你爷爷白白牺牲。闻言，我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左道音，你说什么？我爷爷怎么了？左道音叹了一口气说道，你爷爷已经死了，就在昨晚你给他通完电话之后，他在赶回来的路上被那女鬼害死了。吴道，你爷爷是为了替你挡这个诅咒而死的，所以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说完，左道音不再与我说话，而是从屋里拿出一个黑色箱子，然后去他院子里的桃树绑上挂着铜钱的红绳。我以前听爷爷说过，这挂铜钱的红绳有辟鬼驱邪的作用，左道音应该是利用这东西结出了一个辟邪的大阵。最后左道音让我好好的待在他家里，在他回来之前绝不能离开他家半步。然后他便背着他那个黑箱子朝着外面走。我急忙问他要去哪里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，去寻找救我的办法，之后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左道音走后，我依旧是一个人站在这堂屋里面发呆。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想爷爷的事情，所以纵然这周围阴森森的，我也没感觉有多么的害怕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概有1-2个钟头吧，我突然听到左道音家的阁楼传来一阵咚咚的声音，那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激烈，就好像有人正在用拳头用力的捶打地板一样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，这左道音的妻儿都死了10几年了，这屋子一直都是他一个人住在他家的楼上，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？难不成正如外界传言的那样，左道音在他家的阁楼上养小鬼？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了阁楼，刚上去就闻到了一股很恶心刺鼻的味道，让我很想吐。那敲击地板的声音是从我正前方的房间发出来的，房门被上了锁，不过因为年久失修，所以在我用了一点力之后便推开了一条门缝。正当我想将眼睛凑到门缝想一探究竟的时候，一只冷冰冰的手突然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边。你在干什么？下一秒，我身后传来了左道音的声音，我转过头就看
看到他一脸怒意地看着我，我心里虽然有些慌，但还是机智地解释说，我刚才尿急到处找厕所没找到，所以就想到楼上来找，厕所没在楼上。左道音面无表情地回我了一句，语气有多冷就多冷。看着左道音这反应，我心里始终觉得十分的反常，下意识地想回头再看一眼阁楼的那个房间，但是在接触到左道音的青光眼中散发出诡异的眼神之后，我很自觉地将头转了回来，随后跟着左道音下了楼，去他家后院的厕所假装撒了一泡尿，又回到了堂屋里面。此时呢，楼上的任何响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依然会时不时悄悄地瞥眼阁楼的方向，心里总感觉那房间里面藏着什么秘密。而此时左道音一直坐在堂屋里喝着水，他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而且浑身都打湿了，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像是臭水沟里面散发出来的泥土气味。我有些忐忑地问，刚才去了哪里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好一会儿，左道音才放下了手中的水杯，他从怀里摸出一块用黄布包好的东西，塞到了我的手中。这黄布看起来很破旧，上面还沾有一些泥土，像是刚从土里挖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包着的是啥东西，摸在手里感觉软绵绵的。我刚想把它打开，左道音却是立马阻止了我，吴道，马上把这东西拿到县城一个叫做刘家寿衣店的地方，将它交给那里的刘老板，并让他和你一起回白街。这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东西？我来回揉捏着这个黄布包，好奇地问道。这个你不用管，而且你千万不能打开，按照我说的做，马上出发，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回来。记住，鸡鸣之前，无论那刘老板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回白街，你都要赶回来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可这都凌晨了，外面怪渗人的，可不可以天亮之后去？左道音突然瞪了我一眼，回答说，你要是现在不去就没命了，放心吧，你现在出去，那女人没法伤害你，但是天亮前一定要赶回来，切记不要打开这黄布包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没敢多问，拿着那东西就出了门。出门之后，我直接开车朝着县城的方向开去，因为心里谨记着左道音让我在天亮之前赶回来的那句话，所以我在出发的时候就调好了时间，并在5点左右鸡鸣前1个小时设的闹铃，好让自己准时回到白街。县城离我们白街并不远，开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。当我来到县城的时候，才凌晨2点不到。接着我便开着车在这县城里四处寻找，终于在3点左右的时候找到了那刘家寿衣店。下车之后，我直接就跑去敲着寿衣店的大门，大概敲了1分钟，那寿衣店的大门才被人缓缓打开。大门打开后，一个老太太站在我对面，一脸诡异而且疑惑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要干什么？我急忙问那老太太，这刘家寿衣店的老板在不在？那老太太回答说她就是。一开始她还以为我是来找她做寿衣的，所以她的脸上时不时会挂着一丝诡异笑容。不过当我说明了来意后，那老太太的脸唰的一下就沉了下来。我隐约间意识到有些不对，立马就把左道音交给我的那个黄布包拿了出来。这时呢，老太太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，紧接着她便毫无征兆的要关门，还说你找错人了。我急忙用手撑住了门，看着老太太的反应，我可以肯定她是认识这东西的，所以我绝对没找错人。我急忙说，老太太，白街出大事了，人命关天，左爷爷让我来找你去白街。那老太太突然上下打量了我一阵，然后问我是不是叫吴道。我虽然很奇怪她为啥会知道我的名字，但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之后呢，老太太也不再关门了，而是拿过了我手中的黄布包，转身走进了寿衣店。她也没让我进去，只是让我在门口等着，她去屋里收拾一下，一会就和我一起去白街。之后我便回到了小货车上，点燃一支烟，准备等那老太太出来。不过我接连抽了好几支烟都没见那边有动静，心里不由得变得有些无奈起来。人家都说那黄花闺女出门要化妆打扮，感情这老太太人老心不老，出门也要打扮一番。不过我也没想太多，反正在这里等着就是了。不过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接近1个小时。在快到4点的时候，我终于感觉这事情不太对劲，就算那老太太要梳妆打扮，也不可能在里面待这么久的时间吧。我开始怀疑这老太婆是不是在逗我玩，她压根就没有打算和我一起回白街。眼看着离天亮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我终于还是坐不住了，于是便下车走进了寿衣店，想要催促一下那老太太。这寿衣店和左道音家里一样，到处都是阴森森的，特别是那黑白色的寿衣挂在衣架上，更是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好在我家也是开棺材铺的，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也没被吓破胆。我叫了一声老太太，并没有人回答。这里面也没开灯，我只能借着外面的月光看着周围的环境。不过这周围除了各种各样的寿衣之外，也看不出啥名堂。很快我便摸到了墙壁上的灯，就在我开灯的那一瞬间，在看到眼前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吓得差点瘫软在了地上。就在离我前面大概1米左右的地方，有一根挂寿衣的铝合金棍子，棍子上还挂着一排寿衣，而那个老太太此时就穿着一件崭新的寿衣，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，吊死在了那根棍子上。